完了，没有默契，稍微一盯着他看，他就会破音。难道我是个笑话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。我欺负你的时候也很真诚啊。我俩都是喜欢拍左脸，他真的非常大气，他每次都让给我。你看，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坐在左面，就是因为他让给我，所以稍微主动挑起的气氛。他只是单纯的话多。有几个默契大挑战。完了，没有默契，会有的，但是拍一代没有。没有就没有最真实啊！咱俩不是双胞胎，哪有那么多默契啊？还有心灵感应呢。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啊。Go go go， 出发喽！更喜欢甜戏还是虐戏？不是一块儿来的吗？对呀、你得有虐才有甜才珍贵呀、足够甜虐的时候才能嗨起来呀、有谁会每天一直想要被虐？每天甜的话也会齁得慌吧？对啊，你也会腻，反正它是并存的嘛，能说出最虐最甜的一茬词？又虐又甜。你看我没想到就没默契。你再想一想，你再想一想。是我们吵架那个是吧？不是，就是发现那个密道那个事儿吗？不是那是哪个？你想一下，咱俩有一场戏，然后两个人又抱一块儿又哭。哦，那场戏是他做了一些事儿，导致一个非常惨痛的结果。不是我做一些事儿，是你们家里那些坏人做了一些事儿，他又觉得自责，然后呢，我又觉得不可以怪他，但是呢，我又对别人没有把一个交代，反正那场还蛮复杂那种情绪。两位更喜欢拍左脸还是右脸？就是你跟你说，就是巧了，我俩都是喜欢拍左脸的，所以你看我是一直这样说话，就是为了拍这面。我这个不得不说，真的不是称赞他，他真的非常大气，他每次都让给我。你看，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坐在左面，就是因为他让给我。但是我坐过来发现，我拍的是左脸。觉得两个人谁私底下话更多？我相对来说多一些吧，因为我毕竟是男孩嘛，所以稍微主动挑起的气氛。这跟男孩没关系，他只是单纯的话多。谁的笑点更低呢？那肯定是他了。就是你们当时如果看戏里播出来的，我眼底卡纹，就是因为每天太快乐了，就每天天天都在笑，嘎嘎笑。对，他有的时候就看到我就觉得你好好笑，我说难道我是个笑话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，但是笑点相对低一些。我们平时还可以啊。因为两位之前认识，那知道对方来演这个角色第一反应是怎么样？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适合小乔这个角色，而且我也相信他能够去诠释的非常好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他的影迷，笑点相对低一些。你好好笑，所以还是挺开心的。他能来这个戏。是因为对方要来演，所以才决定接下这部戏的吗？我前期不知道那么多，因为当时邓导跟我说这个戏的时候，没跟我说男演员是谁，他一直跟我说你有一个神秘的好朋友，说你特别有趣，然后他说一会儿等他收工了打给他，他就一直没收工，所以就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谁。拍了这么久，两位觉得哪场戏是你们拍的最过瘾的？还用了过瘾这个词，哪场戏你觉得比较过瘾？过瘾吧？哪种过瘾呢？不是，相对来说情感戏啊，情感戏两个人真的要相信彼此的那个情感戏，会觉得比较的过瘾走心吧。说两个人研究最多的戏也是感情戏嘛？对，其实是啦，其实是。当然，因为首先你得让观众相信这两个人在这个剧当中，他是一个情侣关系，而且相信他彼此是相爱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东西肯定要契合，我俩也得搭到一块儿去。所以现场可能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种走心的戏。祖儿，你觉得小乔最可贵的闪光点在哪？我觉得是他很真诚，其实不管是从开始的不信任，还是到后来慢慢的一点点接纳，然后信任陪在他身边，他其实都没有藏着掖着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很有大局观念。对，这个是她的很多行为呢，可能你看起来是两个人在博弈，但其实她有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理解，因为他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以大局为重，包括他有的时候要做一些为百姓做的事儿，他会明告诉我，我就是要用这个方法让你来帮我去给百姓做一些事儿，就是他还是比较真诚的。对啊，我欺负你的时候也很真诚啊。吕宁，你觉得魏少是更事业型还是更恋爱脑一点？他是分两个阶段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对于魏少来说，事业是最重要的，对感情这个东西他是非常之麻木的。但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，也可能就被他的真诚所打动，当然也是那种情窦初开，有点懵懂，逐渐变成了一个恋爱脑到结束。当然心中这个事业还是不会放下的，在他的帮助下已经大功告成了，所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有某一个瞬间想吐槽一下魏少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比如像开始的时候就是扭扭捏捏的，比如说碰个胳膊呀、碰个手什么都觉得
好像不能碰啊。这第一，第二呢，可能也有一些怎么说呢？前期是有一些些许的不怜香惜玉了啊，包括一些我们对他的态度啊，包括上手有几场戏比较过分，所以我觉得也有点。但是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当然，对，因为他在那个阶段嘛，对，还不懂得怎么爱一个人。是，而且那个时候还不爱呢。我们只要有很多偏喜剧的元素，两位现在能想起什么有意思的桥段吗？我可以。他很惧内，就是他很怕老婆，然后他就会稍微一盯着他看，他就会破音，就慌了嘛。破音。开始的时候，可能我对他就是很冷，就是无所谓啊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搞出什么天来？但后来爱上了之后，就瞬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他说什么我就不能这样，怎么可能？别，都是哄着他来啊！他可能你看他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是刘老师的一个声音天赋，就是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破音破得如此自然的。对啊，就是天赋嘛。戏下的那个状态，大家都挺欢乐的，然后两个人戏下觉得比较好玩的。应该每天都挺好玩的。因为我们之前一块录过综艺嘛，录综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去抛梗啊、接梗啊，什么东西。那个时候已经相对有一些了解了，包括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俩有的时候一聊点什么东西，就还蛮契合的。而且我觉得保持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。我们俩现场很熟，你到了戏里，比如说在演一些感情戏啊，或者一些比较熟悉的场面，我俩就不会有那种陌生感和那种隔阂感。就是你从旁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你现实当中两个人很熟，真的会把这种氛围带到这个剧情当中的。我俩现场就嘎嘎嘎的，现场好像也听不到别人说话，就我俩跟他一会儿叽叽喳喳，一会儿叽叽喳喳。人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全员哈哈哈，因为其实算全员都比较都比较熟了。我说这个剧组比较特殊的一点也是，就是正常剧组进组的前1个星期或者是前几个星期，大家都会有那个熟悉磨合的过程。但是我们这个戏很开心的一点是，一进来之后就把那个过程已经跳掉了。其实刚开机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已经大家都在一块拍了很久了，大家都比较能 get 对方的点，所以拍摄起来我觉得可能也会更顺利一点吧。对。九儿10几年后再和刘老师老师合作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不管是他整个人的状态啊，还是长相啊，还是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和他所有的东西，其实真的好像跟我小的时候记忆里的他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有气势的一个女人。那个时候我很小嘛，然后我就看她坐在那个王母娘娘的那个座上，就是你会觉得跟他说话都觉得会有点害怕的那种。现在因为我们跟他一起的戏还有挺多大场面的，他站在那儿，你就是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气势，然后非常有野心，然后有抱负的一个女人吧。这说小球就是比较无能最会斗啊。那如果两位在现实中遇到小球，不觉得谁嘴巴更厉害一点？你吧。我觉得是我。别看他可能看起来好像是很伶牙俐齿的人，但有的时候他其实是，对，没事，有点笨可以说出来。是可以说的是吗？嘴是有点笨的，真的是不赶趟。我都怀疑他是那种跟人吵架，然后呢，当时肯定吵不过人家，但是回头睡觉之前想想，哦，我当时说这句话就好了，是不是这种的？不是，你不用觉得，我就是。
子文老师，哎 ，Hello， 大家，还行。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好不好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子儿，然后饰演小乔。可以，这个就已经很专业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跟那个我们祖儿一块儿。那个机位真的不行。啊，那你觉得？好像更不行，对不起。可以放长一点，我这个杆可以放长的，这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看到他们在那里边。对，等会儿去找他们。蠢蠢欲动。对，等一会儿去找他们。我们先那个蠢蠢欲动，疯了啊！疯了。哪边走？这里。这边刚刚不是。这个房间呢，不是我们的房间。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你应该就是走到中间来个回眸一笑了，否则我叫你来干嘛？我穿的绿裙子，我不想。红配绿，赛。我这边也太。赛貂蝉嘛，对吧？你这样，你走到中间，然后一个回眸。好，1、2、3，耶！可以。可以。哎呦！我们要现在迅速非常快的走，对，走。为什么？就是不要浪费时间。先拍一下这个方老师5个粉。哦，谢谢了。我这么油腻吗？我已经。哇。再这样我就每人补一遍啊，不管往哪儿。那在这个剧里，你的武力值你觉得可以排到第几？我想想，可以排个那么个1。你把它放在哪里啊？可以排到个那么5、6、7、8位吧。也不是，差不多，因为2个姐夫出来。没有，当然除了这4个以外，这个。吓我一跳，我是2个姐夫。对。2个姐夫。还有个还有个姐姐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他有2个姐姐，一个是大乔，一个小乔，我这2个姐夫，这也太开心了，这个啊，下意识以为我说错了话。我跟那个谁祖儿说，我说这个剧上了，有机会跟他合作一首，我说那个我俩你俩合作一首，然后他一直在拒绝我，那不行就咱俩来。我可以呀，我当然没问题了。还在这儿呢。没有开玩笑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不都说宇宙的尽头磕 CP 吗？我觉得这个戏，我觉得是会非常之棒的。刘端端的粉丝叫客户端，像那个谁，像我们那个祖儿的粉丝叫小雨滴。这目前没有吧？目前还没有。哦，小水滴。对不起，垮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是。但我记得你开场就说为什么有人会行呢？而且你每次出现，但是我喜欢刘宇宁啊，为啥不行？我喜欢刘宇宁啊。对呀，优秀演员，我们俩占了之2。你们俩绝对是之1，就是很少，就是我们2个只能占之1。那手剪刀布是谁？谁说就是谁。剪刀布。对呀。然后就特别，每次跟女军在一起，也都是想着跟女军讨论接下来事情该怎么做，然后是。也不是，就是我们3个人，因为首先你不在了，去哪儿？咋了？你回来就走了呢？狗什么时候都能看。咱俩回头偷偷录。可以的。有人吃醋了。好，饿了。在这儿呢，给你准备好了。你找你问他吧。别，我不。别，给你的麦克风。快来，累不累？导演由你来。我哪敢问导演问题啊？随便问。那我的天哪，那是我们的荣幸了，是不是？
呢？还有呢？把那个是一个感情戏，他就会在这，哎，好甜的，咔就会这样。请所有演员进行投票，选举指向你认为的剧组之最。好，来吧。谁在剧组是气氛担当？3、2、1。到底是谁啊？人太多了。人太多，你是最多的，我吗？啊，谁在剧组画的最密？啊，这还真不是我画很少。密是你密，你我真的假的，很密。不要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是我。真的很秘密，你是不间断的。碎嘴了。对，你是不间断的。好的，狂狂吃，对不起。好的，接下来轮到我选一个2。搞怪一点呗。那第一个就先摆个鬼脸之类的呗，可以吗？你啥样？我这样。好，来。他的标准动作是这个，对吧？还有个什么？这个动态的，来一个。等一下，这个都会跳，预备走。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难度，对，就是嗨，就是放什么曲儿都嗨，就是真的啊。对，就每次，你说一下原因啊？不能说那个原因，不能说啊。要 Q 到其他老师的就不要。戏里会出现的一个。是的，行吧，那我下一个呗。好，下一个吧。就是看他们2个人在那对戏，我也不好打扰他们，就是看着面前是天天在撒狗粮，这个是。怎奈何蓦然回首，你皱起眉头。曾叹那山有无兮，那木有枝。心悦君兮而君不知，可是前世与你做过太多事。曾叹那秋有月兮，那月有时，也不及与你相守时。梦里与你山水再相识。西厢谁知湘西人凉，南方细雨打碎夕阳。微凉烈焰雾茫茫，一只小船轻轻荡。谁唱一字一句悠扬，阶下风拂过柳飘香。我把这春色满箱，不负人间走一趟。看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，万物香你抹红妆压群芳。向西江一步一袖又何妨，烟雨飘荡。Tell me why， 想不通，你让我多么心动。遇见你是生命中最美的彩虹，冥冥之中你的回眸，最美的镜头。想跟你走，想拉着你的手，可好像显得太冲动。已经幻想靠在怀里，已经幻想是我依偎着你，你却和我保持适当距离。OK， 明白是我太过着急，恋爱比离开急，我会一点一点想你，一天一点放在心里，等到那天终于靠近，脸红害羞就深呼吸，我会一点一
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，当你看着我眼睛，像河流汇入海底，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你像温柔的光缓缓降临，照亮我的力。一句此生不换，就让我百转千帆，留一身孤注悲欢。若是岁月太短，照耀我千帆百转，陪你一世也不挂。秋风漫卷尾巴，落一地试卷，我有自己如愿，字字皆无话。万般相思不难，陈年岁没落笔尖，语寄与君，看不知在何天。